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柏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接着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4位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我的男朋友已经办了婚礼，但是现在迟迟还没有登记。主要矛盾就是他现在这个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属于得到了就不珍惜吧，总是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很多事情也沟通不了。我觉得他就是太任性了，而且特别的幼稚，做什么事情都要拉着我一起。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尽可能去满足他的要求，但他总是看不到我的付出，认为我不够爱他。我希望他能多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周，26岁，来自黑龙江设计；女嘉宾小杰，21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两位导师好。好，怎么认识的呀？两位？就是之前我家想开个淘宝店嘛，然后他之前在我家附近的一个那种图文店里面做设计，然后一来而去。就都是他弄的，就认识了。我们相识的时候，我比较木讷，还是后来一点一点比较熟了之后，我就一点点追到了。追了多久啊？到现在好了多久了？从相恋到现在应该有3、4年了。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还没有登记，但是已经就去年办的酒席，但是现在就是我有点。所以突然发现好像说不清我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了，是吧？我们办了酒席，但是我们没有领证，是吧？现在已经关系变了，本来计划是去年去领证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他现在跟我的态度就是那种得到了不珍惜的那种感觉。我以前上下班的时候他都会去接送我呀什么的，之后他就态度很不好，就说我打扰他工作呀，就是很近的路，然后就接我一下，晚上我自己不安全嘛，就是会觉得我会打扰到他，影响到他的工作。像现在的话，你这边都已经没有工作，或者说你也不去上班了，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很尽我所能的去接你去送你了，对不对？那当时不就是因为你后来不耐烦了，所以我才辞的职吗？我就不说我平时上班的时候吧，我就说那我之前有的时候特殊情况，就那天在商场中午的时候，我希望你去接我一下，你也没有去啊。就是主持人，我当时那一天我是在商场碰见了一个猥琐男，然后他要加我微信，我没有同意嘛，然后他突然冲上来就是抱了我一下，让他跑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商场特别害怕，我给他打电话，我让他来接我一下，他也没有来。我不是说我不去接你，当时那一天是在中午的时候，然后商场里面有保安有工作人员，而且大中午的那边人流量也特别的多。我那一天我有我自己的一些工作我要忙，我下午5点钟我要把一个稿子要交给甲方。你这样子的话，那天我其实挺忙，我也跟你说清楚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的感受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商场里面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希望你去接我一下。那如果他在外面还在蹲我之类怎么办呢？我自己也很害怕呀。我当时我说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那边的工作人员，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也是权衡了一下，我感觉确实没有什么事儿，我才在家里。你什么工作比你老婆还要重要呀？当时咱们两个一个是像是房贷或者说车贷，那你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这边是不是需要说是赚更多的一些钱才能说是养家？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女生在生活上面是比较依赖对面这位先生，是吧？他脾气应该不是特别好。他的脾气怎么说呢？至少面对你的时候应该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就是我们之间相处时间就是越来越久，我感觉他发脾气的那种程度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有很多时候比较小的一些事情，我希望是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绪，但是他把这个事情总会到最后闹得特别严重，而且经常在外面或者说是在商场跟我喊的比较激烈。没有这回事好吗？我不是说想要刻意的去跟他争吵，或者说怎么样子，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跟他在外面吃饭，我们在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一个餐桌，但是他看着有很多人进去，就是可能比较没有素质，不是，你要讲这个事情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我脾气不好吗？那我出去当天还是七夕节我出去吃饭呀，我出去想要开心的过一个节日，然后但是没有座位了，旁边就挨着厕所，就是别人开着厕所门的话，确实会有一点味道，确实影响我吃饭了。我想要让他们把门关上，我有错吗？那你当时因为一些很小，可能是咱们两个交流上有一些矛盾点，然后当时就在饭店里就开始跟我喊，开始跟我吵架，就差摔盘子摔碗了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是在商场啊，甚至是那个医院啊、学校门口啊，各个地方啊，就是你不能说每一次都是我的错呀。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有一点发烧，然后去医院嘛，我当时就特别难受，就打完针之后，在那个医院走廊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坐在地上了，我真的太难受了。不是，他说的是医院，但其实我们两个已经出来了。他打完针出来之后，他就临时就席地而坐。我说：“那你先起来一下，咱们上旁边一下，你别在这里坐着呀，这地上多脏啊，对吧？”你当时是这个态度吗？你当时说的不是我这样很丢人吗？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他可能说他情绪不好了，又开始在医院门口跟我喊，然后呢又摔他的包，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那我也不能说是把他扔在那里什么也不管呢。他一个人我可没有摔，你刚才都说了这是出医院之后的事了，我可没有摔。那你当时的情绪不是到底有没有摔包啊？我没有，他就老是就是把我做的一些事情放大，然后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么过分。那你告诉我，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其实就是因为两家的原因已经办过那个婚礼了。就是说婚礼这个问题吧，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当时是我不在场，我朋友拿起我的手机，那会儿我手机是没有锁屏，他就看我俩聊天记录，后来调侃我一下，然后让他知道了，他就让我把我的朋友这个联系方式给删了，以后永远不要联系了。你这个朋友就是没有素质，我朋友都不会去随便看我跟你的聊天记录啊。倒也不是说是完全不联系了吧，就只是说我们的关系也就淡了，我跟我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婚礼嘛，就是要邀请一些就是认识的亲朋好友。那一天我看他有几个认识的，以前我们关系，我跟他的那几个朋友，可能说是虽然说明面上过得去，但是暗地里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舒服相处。我就说，那你这几个人你就别叫了吧，就是你也考虑一下我感受。之前我们，你那么说我朋友，那我这样子我觉得那怎么了？可是我没有拦着你叫谁啊，我也没有拦着你啊，就结婚光你自己高兴呗，就你自己结去吧。那我这边我其实就是你实在要叫，我也能尊。而且都已经这个事情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去完了，你比我还要能翻旧账。你们在说这个发生了什么呀？当时我们在结婚当天吵了一架，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又开始拿出来，又开始吵，就是翻来覆去的去因为这几件事。是你拿出来吵的好吗？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办喜酒的当天心里就不舒服是吧？对，我就感觉这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预警，就这个开头就是不美好的。我现在就也后悔了，我感觉我可能。还有就是平时在外面啊，现在他是已经没有说是工作状态了，家里面或者说是所有的吃穿住用啊，都是由我这边来去赚钱去养家的。然后可能说是他的父母或者说我的父母啊之间的这种经济状态也是需要我来处理的。他是你就相当于在家里可别说大话了，我家里你处理什么了呀？他不是说是负责或者说有任何想法，他在家里就是玩嘛，也不用干什么活。但你说他当时他觉得我不陪他，他上学他上班，那后来他现在他什么活也不干了，然后他有时间了，我需要做的事可能会比以前更多。首先当时辞职是你也比较希望的，而且我当时说我去升一下本科，然后当时你也是支持的，你现在又这么说了。他想要去升他的本科，想要去考，这些我是支持，可是他学习也好，还是在外面玩也好，他都需要我的陪伴。以前他上学上班放假了，我陪着你，我可以把我的时间都给你。那你告诉我，就是你现在有这个时间的同时，你不能要求我去把我的一些工作时间，把我的安排时间都去，就也是由你要来安排。表述的是不是说他没有工作，准备专升本，然后天天黏着你，你没法正常工作？是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也就是希望有一个正常的。我们不说觉得，我们说事实，好吗？没有。行，我来问你啊，你觉得现在是不是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有一些大吧，主要是情感上的压力更大。
咱们就说生活压力有多大吧，别有一些大。生活压力吧，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房子的话每个月呢要交很多的贷款，而且车的话也是还有一些贷款才能。你这样说吧，房贷、车贷供完之后，留给你们俩的生活费还有多少？4、5千块钱吧，每个月就光只有我们2个人的生活嘛，毕竟不需要父母贴补，不需要贴补啊。这个压力让你觉得大还是小？很大，因为他有想要逛街的地方，他有想要买的衣服，他有想要花销的。你是要表述他的这个物质欲很强吗？我感觉他的花销他没有概念，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的。对，这个有吗？不是，你能具体的讲出来我花钱大手大脚大在哪里吗？你能具体讲出来吗？就是他这个人，他从来都不会去算一些账，他当时想要记账，结果记了3天。他不记了，觉得好麻烦。然后呢，我就想，那我记吧。我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啊，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咱们这笔钱花在哪里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吵架。你管这叫记账呀？你怎么能管这叫记账？我去夜市上吃一点东西，然后他追在后面，今天的烤冷面加7块，今天的奶茶加15，他追在我后面一直念。你就是嫌我花钱，我就正常吃点东西，你也嫌我花钱是吗？咱们2个现在说实话，已经是有婚姻的这个阶段，那你不觉得就是2个人不能说像开始谈恋爱那种概念吗？因为我认为我做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错。你们家的收入是怎么管的？收入是由我这边来支出，但是我感觉我到最后他想要买什么或怎么样，虽然有的我可能不情愿吧，还是会买的。所以是你管钱。房贷和车贷加在一起，每个月要还多少？每个月加起来要还9千。也就是说，你一个月的收入应该是在1.4万5左右，是的，对吧？这个你们2个人全都开销完了，是吗？对。你们在哪个城市生活？我们在青岛。你觉得在经济上你们有压力吗？我觉得压力没有，他就是故意想找我的事儿。他所谓的压力没有，他每一天他都黏着我，有的时候我甚至我可以推掉我一个活动，或者说推掉我一个项目，我就跟他说今天我确实在忙，但是他不会给我任何理解的。他说我今天可能就必须要陪着他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我陪着他了，结果他又跟我说啊，那又没有什么东西又买不起什么了，又没有钱了，又很穷，这样子真的咱们是还是不是？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些正常的花销他不让我买，我就是会抱怨1、2句吧。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好的。到这个局面，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俩之间想怎么解决？我只是来到这里，希望各位老师或者说你自己想怎么解决？我希望他能够稍微把他现在的这种任性也好，还是情绪上也好，能够稍微，就哪怕他有改变的那种趋向，我都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好，没工作。不工作，我想升个本科嘛，这个跟他跟家里都商量过了。升完本科呢？会看的专业找一个合适的。之前我是学幼师，然后是去做过一段时间的，然后觉得也比较累，工资也很少。你这升本的计划有几年了？就是还不到半年吧，就是自己在家学习啊，我就怕考不过嘛。那学习应该很紧张很忙是吧？那哪有时间缠着你黏着你啊？他所谓的缠着我黏着我或怎么样，就哪怕我学习，他希望我在旁边给他我渴了给我倒一杯水，你能帮我拿一个东西吗？就是拿点这个拿点那个。是还是不是？你能在我旁边待一会儿吗？我这样挺没有意思的。可能有一点吧，但我觉得他讲的也太夸张了。好，刚才他说了，他说如果你改变脾气上面改变一些，对吧？他觉得还可以继续。你怎么感受你们这段情感呢？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上当受骗了。那最开始他为什么不跟我讲这些？为什么不需要我改变呢？我们2个谈恋爱也谈了有2、3年的时间，然后才选择去，我现在感觉就是上当受骗，我不想再继续了。你不想再继续了？对。家里人知道你们这种状态吗？我家里知道一些。他跟他父母说我其实以前那会儿说的还是挺好的，现在说的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话。人家是不想继续了。有些事儿，我来到这里，我也是希望他能够跟我说一些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你能说一些真实想法给他吗？我的真实想法、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他来说，现在你觉得
专一生本重要，还是说边工作边生本？你觉得更合理？说实话。我觉得他说实话，最好还是有一份工作。那你不就直接跟人说不就完了吗？说现在我经济压力很大，你必须去工作，你不工作，我们这段情感就无以为继。我有跟他说过，但是得到的答案就是那就结束吧。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追在我后面算账啊？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就是这个话他说过是吧？他直白的表达过是吧？没有，我们两个沟通很有问题，我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他到底要说什么。咱家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好了，就是我不是说是要求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就咱们的花销的话，哎呦，你又来了，你这人好，就是你一以贯之的所谓要面子，对吧？是的，我们用所谓的要面子嘛，你可以对外人要面子，对这么至亲的人要什么面子啊？还在那儿装，还在那儿装。你现在不就是嫌弃这姑娘不出去挣钱吗？你的收入跟3年前比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是持平。这不是挺好的吗？这3年收入还能持平，说明你很厉害啊。但是，我觉得那也就是说，他跟你在一起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啊。唯一变化的是你现在有责任了。是的。对吧？是的。听懂了吗？这不就是骗我吗？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怎么不这个样子啊？你真相信他说的话以后养你啊？那说明你觉得是他在骗你，还是你自己在骗你自己？我比较后悔了。唉，行了，就是这么一段情感啊，生活和想象的不一样是吧？啊，到生活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是吧？对。来吧，各位老师们，看看这对情侣何去何从，有没有可能帮一下他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伯鸿兄，女生，这一辈子能够待你如初恋的男人，可遇不可求。在恋爱当中，男人最大的谎言，也是最可怕的情话，那就是我养你。而且我刚才感受到，你们2个人上来，张嘴都是抱怨，说明内心充满了不满。你们这一段情感，我认为已经是一地鸡毛了。虽然你们可能也认为有一些就是鸡毛蒜皮，但是放在你们的情感当中，它全是问题，是足以让你们分手的问题。最后，女生，我劝你一句，不管是在恋爱还是婚姻，哪怕有委屈有抱怨，也尽量不要和自己的父母去讲述和倾诉。你可能是1夜的委屈，但对父母来说，那是1年的心病。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在生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婚姻当中的委屈和不满，让父母去担惊受怕呢？谢谢。谢谢伯鸿兄。曲总，你们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了半天，这边说半天，那边就不是这样的。你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达不成一致，甚至在描写一些细节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摔过包啊，他说你有摔过。这种日子真是怎么过下去啊？完全就是过在情绪里，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是觉得你不正常，就是觉得越了解你越不懂你了，甚至于听不懂你说什么了。这是你们2个人走得越来越远的一种表现呀。如果说恋爱初期，就是男女之间靠感觉、看一种情绪在一起，那种情绪是积极的，是可以让对方对你充满好奇，并且愿意去安抚你，愿意去猜你在想什么。但是如果真是要结婚、要走在一起过日子的话，可真不能瞎猜呀。因为猜的同时都是代表说我不懂你。为什么一个朝夕相处的人，你们基本上是2、3年了吧？你朝夕相处的时间，但是怎么越来越不懂了呢？就是因为有话不直说，有话不好好说，面对问题忽视它，所以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我觉得你们还是在返回到去谈恋爱的这种状态吧，就是在了解对方才能决定说我是否愿意能够和这个人继续下去。
如果不够爱的话，两个人不应该在一起。如果想去爱的话，重新去谈恋爱吧。就这样。谢谢曲总，严老师。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处在互相看不上对方的阶段。女生的看不上对方是体现在每天撒泼打滚发脾气，男生的看不上是体现在每天絮絮叨叨说那点钱的事儿。钱重要吗？钱当然重要，钱是我们生活之本，但钱也不重要。我们需要去赚钱创造价值，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价值感，都需要有价值，别人才会尊重你。所以女生，你的价值不体现在你把坏情绪全部丢给他，还指望他能像以前一样对你好。你的价值不能体现在别人对你的恩宠上，你的价值要体现在你自己创造价值。所以女生，我劝你啊，21岁如花的年纪，别把日子过成一个怨妇，好好去走自己的人生路。和他在不在一起，领不领这个证，对你来说现在一点都不是重要的事儿。重要的是你自己立起来，不依靠他，不依靠任何人，先去找自己，先去创造自己的价值。男生也一样，吹牛吹过了就算了嘛。现在扛不起一个女生就直说嘛。自己没有能力去养一个人，当初许了一个空头支票，现在抱个歉，我年少，空许诺，养不起你了。要不你去工作，咱们共同面对生活；要不咱们算了吧。你天天抱怨磨磨唧唧，像不像个男生的样子？所以男生的建议很简单，勇敢一点，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曾经承诺的做不到，认真道歉。如果想要更好的生活，双手去开拓，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我不建议你们在一起啊，谢谢。谢谢严老师，小鹏老师。你们俩觉得还能过得下去吗？男生，你其实不是想要的，就是一个能替你分担，能够好好的跟你宽慰，能跟你算计着过好日子的人吗？因为现在钱只够算计着过日子，不够大手大脚的过日子，所以你要的就是能替你分担的人。而女生，你其实想要的不就是我还想要甜言蜜语，我还想要浪漫，我其实还想要谈恋爱呢。我没想过婚姻是什么样，我只想要谈恋爱，都没错。但是你俩走在一起，方向不一致，那就是错。所以你俩吵什么吵？一个吵的就是